国戚代我向王兄禀报，狼主突地，边境百姓安危，我应当全力守护。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怎么还要打？他这是不是想要命了呢？大夫怎么样？姑娘身体无碍，万幸她掉入海中时，你们的船只赶忙接应，才保全了他们母子2人。你说什么？小姐有身孕了？当然，这姑娘怀有身孕月余，再好好调养几日便可。老夫先行告退了。哎，这边请。少爷，你醒了。要喝点粥吗？少爷，好些了吗？为何开口叫少爷？我叫了少爷10余年，在北宣迫不得已称呼你小姐，何来开口之说？如今我们只要回到燕南，一切都应当回归正轨。早在几个月前，君非凡就死在了三不管。如今在你面前的，是君家大小姐君绮罗。从今以后，你必须要改口。不是的，你为了争取时间回到燕南，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走水路，这一切不是为了要事情回归正轨吗？现在我们已在回燕南的路上，你却说要恢复女儿身，难道就是因为他让你怀了他的孩子？当我计划好回燕南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定不用君非凡的身份了。君非凡能做的，君绮罗一样可以做到。君府失去的所有，
我都会以君绮罗的身份，一笔一笔地夺回来。可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皇上和君家宗室都不会认的。况且现在君家的产业还在君一爵手上，你一女儿生回去，你怎么和他争？君家长房已经失去了君家的控制权，就算我以君非凡的身份回去，也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只是他是无辜的，我不希望他一出生就肩负着仇恨。启明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不能让世人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。这些是我该承受的，我会自己去面对。我在玄府的时候得知，王上因怀疑我，将我全家抄家。但我细细想来，王上应该不会做如此荒谬的决定。王上多疑，在没有确定之前，他不会轻易有这样的行动。而且，若君家真的是被抄家了，那就是我叛国罪的罪名被坐实，那应该在3城张贴我的追捕令。可到如今，没有任何追捕我的动静，所以我想，王上终归是需要百宫传人的。他放出这个消息，或许为引我尽快回雁南。玄铁金石已运往雁南，等我们到了雁南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先进宫面见王上，你去后门接应一下玄铁晶石，再捎封信给返乡的凌伯，让他赶紧回来。是。一定会让君家恢复往日辉煌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民女是雁南人，落叶归根，自然是要回家的。玄铁晶石找到了吗？民女已将玄铁晶石运回雁南。听说你在帮北炫玄部争夺郎主之位，此事当真？是，民女不敢否认，但只因玄铁晶石一开始在玄部被找到，后又转让给西部，民女先后潜入玄西2部，假意为他们夺得郎主，实则只是为了矿买。王上，民女没有半点背叛雁南之心，望王上明察。如今北炫郎主已定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是，民女定当全力以赴守护雁南。起来吧。哼，你是不是打算回归女儿之身了？不管我是君非凡还是君绮罗，只要能为雁南做出武器，对王上来说没有分别。只是这次因我迟迟未归，害得家人以叛国罪被赐死，是我害了我的家人。此次不惜赌上性命，也要赶回雁南。一则是要向王上证明
民女对燕南誓死效忠之心，二来也是想替家人善后，望王上成全。姑以这个方法逼你回来，果然有用啊！皇上此话是何意？君绮罗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如果你继续留在北炫，对我们燕南是何等威胁。你对燕南还有用处，姑也不想与你生了嫌隙。其实我根本没有真正赐死君家，这只是个障眼法。果然如我所料。姑知道，你的家人对你非常重要，这也算给你最后的通牒。若你还执意不归，恐怕君家人真要为你的任性而付出代价。好在你及时醒悟，待你用玄铁晶石改良好弓弩后，姑便立马放你的家人。谢皇上恩典，民女定不负所望。兄长，兄长，小款，将军。爹，你腿怎么了？绮罗，你回来了。爹无碍，你别担心爹啊。爹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你。皇上没有为难你吗？没有。兄长，你是何时回来的？他们居然说你背叛燕南，我无论如何都是不信的。是啊，兄长，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吃了不少苦？为何穿着女装啊？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救你们出去。太后，王兄，你可知苏颜德在边境被燕南的3弓床弩射杀？臣弟有所耳闻。北炫阵前无将，你身为郎主，不愿领兵出战，看着袍泽死，你良心能安吗？王兄，战争对两邦百姓百害而无一利，臣弟恳请王兄，为了北炫百姓，撤兵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3番4次违抗姑旨意！呈上来。这是战场上缴获的燕南兵器。百弓传人已死，哀家和王上不成想，这燕南竟还存着他所遗留的新兵器。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，哀家和王上能指望的，也只有你了。太后，这支弓弩与当年射杀父亲那支相比，改良了许多。苏颜德在边境起冲突，尚不可支撑3日，即使臣弟带兵前去，也难保可以攻下。撤兵谈和才是良策。我们为攻打燕南筹备多年，如今边境已然备战，要是现在撤兵，定会被赵光所耻笑。太后，若无制胜准备，苦的永远是百姓。不如借此机会提出议和，在三不管推进榷场建立，3邦稳定和平才是大势所趋。还请太后王兄重新考虑榷场一事。议和？如果姑一定要你带兵出战呢？恕臣弟无法从命。你先下去吧，哀家和王上会从长计议。
方才那弓弩构造复杂且精密，这真的是你的遗作吗？也许我该去你曾经生活的地方看一看。少主，恢复收拾一下，随我去雁南。雁南，走。这个阿烈，冥顽不灵，无法无天，哪有一点狼主的模样？阿烈说的没错，雁南有此新兵器，若真的开战了，咱们未必能占上风。冒进已然不可取，阿烈不愿率兵出征，阵前无猛将，王上就算不愿意，如今也只能议和了。罢了，不日，孤会派使者前往雁南。启禀王上，边境那边传来捷报，北宣苏部首领苏延德被我方将领用3弓床弩射杀，当即死亡。玄旭统一5部，目标果然是雁南，可这次为什么不派新郎主来呢？这位苏部首领向来莽撞，前不久刚交了苏部大印，估摸着是想急于邀功。他的领地距我雁南又近，这才迫不及待地带兵来犯。可谁知，立刻被百弓传人改良的3弓床弩射死了。玄旭自小就是他母亲把持朝政，现在他掌权了，当然要做出一些成绩出来，不然怎么服众呢？要怪就怪他们没有本事把军启罗留下来。皇上，说到军启罗，他已在殿外等候多时，王上是否要宣见？民女参见王上。哦，起来吧。谢王上。王上，3弓床弩民女已经完成，听闻王上也已经投入使用，不知何时才能放了民女的家人？你可知道北宣以来攻打我雁南了？民女知情。这次幸而有你改良的武器，否则苦的就是我们雁南的老百姓了。哎，你对这场战争有什么想法？民女不敢斗胆妄议朝政。哎，但说无妨。民女斗胆提议，王上可与北宣议和。他们挑衅在先，还要孤议和？你觉得孤会怕他们吗？自然不是。民女知道王上从不惧怕北宣，可王上方才所言，不管两边谁先开战，受苦的都是百姓，而王上最是体恤百姓疾苦，所以这么多年才会致力发展雁南的经济，为的就是让百姓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因此，民女斗胆猜测，王上并不愿开战，早有议和的打算。孤果然没有看错你啊！孤这几天也时常在想，孤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你这个奇才留在我雁南？既然你那么聪明，你为孤想一想。王上，民女不知王上何意。其实你早都已经过了成婚的年龄，孤的王世子文武双全，一表人才，跟你非常般配。王上，民女不能嫁给王世子。你想抗旨？民女不敢，只是民女出身商贾，身份低微，不敢高攀。唉，无人在乎妾室出身，你放宽心便是。我要是不答应，爹爹他们肯定不会被放出来。谢王上赐婚，民女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民女作为君非凡时，一直以男装示人，所以民女斗胆，想求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亲手缝制嫁衣，弥补多年未为女子的遗憾。
哦，好吧，你嫁入王室这样办也说得过去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送份礼物给君府，告诉他，姑不会等太久的。是。你们已被王上赦免，可以走了。定是兄长救了我们。爹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爹，且慢，王上请君老爷去宫中一叙。你们不必担心，皇上既然已经赦免了君家，就不会为难我。你们赶快回去，家里还有很多事，多多帮助兄长。啊，走吧。你们几个把那边打扫干净。是。秀捆，将军。兄长。我就知道是兄长把我们救出来的。以后啊，要叫长姐。舒婷，你来啦？你是秀捆的长姐啊！早听秀捆说，长姐与兄长最为相似了。今日一看，果真如此啊！你就是秀捆的未婚夫郑公子吧？是的。长姐，兄长不在，你是如何把我们救出来的呢？非凡在北炫无法脱身，他为了证明没有背叛叶南，以死明志。我在前都听到非凡身亡的消息，就马上赶回来见了王上。非凡兄长果真死在了北炫，大娘子还见到了王上。我以王商名义陈情，打点了各种关系，花了1个月才见到王上。王上已经放了君家，所以你们呀，不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看清你们的人，才是不明是非的浅薄之辈。不过长姐，狱卒说王上要留父亲去世，我有点担心。不必忧心，王上只是留父亲在宫中，供一星夜联合之事。那便好。非凡兄长一身傲骨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可是女子终究还是要倚仗男子的。他死后，君家长房再无男丁倚视，往后可该如何是好啊？女子终究要倚仗男子，那我二姐日后嫁你，你能如何令她倚仗？我自然会让秀捆成为诰命夫人。我二妹要的不是承诺，而是夫君脚踏实地，别嘴上说的好听。若是春闱不中，春闱不中多忌讳。今日女大娘子手面已经如此咒我，我只是好意提醒你。我二妹有很多话说不出口，自然由我这个当长姐的来提醒你。早知你们君家人如此看我，我今日就不该来。哼！哎，舒婷，这个郑舒婷心高气傲，受不得半句非议。秀捆若是再这样顺着她，以后肯定会吃亏的。长姐，你何时对男女之事如此了解了？爹的腿是怎么伤的呀？你可知我那些室友以你下狱没少嘲笑我。原本今日是该你登我家门，向我赔礼才是。你那长姐倒先给我脸色。你别生气，长姐说话是直白了些，但也不是无可取之处啊。你也是这么想我的？我自是信你能中春闱，但也希望咱们往后低调行事。毕竟我家产业现在被堂兄抢走，他本就忌讳我们。若你的话被他听了去，怕是要为难你的。皇上究竟要留伯父到何时啊？
国父不回来，岂不是每天都要担心你被那堂兄欺压？虽然长兄和爹爹现在不在，但我们还有长姐呀。长姐她虽为女子，但无论眼界还是谋略，都一点不输男子。日后我们要团结些，帮着长姐，长房定能恢复往日风光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距离春闱还有段日子，还有需要他们君家之处。秀坤呐，方才我生气也不是针对你，你要知道，女子作奸本就要被戳脊梁骨的。那几天家人总是劝我退亲，可我心里只有你。我希望和你白头偕老，所以今日才会力排众议来到府上。什么？阿烈去了燕南，可有带兵？少主只带了罗琦一人。倒是学会先斩后奏了。如今孤已派了使臣去燕南，商讨兴建阙场。如果赵光此时以为孤表面谈和，背地里却派了郎主过去，他该作何感想？难不成他想再掀起事端不成？少主离开北炫时，换了一身普通百姓的服饰，并让臣千万回禀，他会全程隐瞒自己的身份，定不会挑起两邦之争，破坏和平谈判。孤实在是不明白，如今军启罗已死，他还去燕南做什么？少主曾说过，玄术大人的案件尚有疑点，燕南是查清案件的关键。这次前去，也有此用意。罢了，随他去吧。不过，只有罗琦一人，孤不放心。你立刻拿着通牒，也随着去。若有任何消息，要及时飞书回禀。记住，一定要保护好他的身份。是。来人！公主，让所有人都进来。是。这是本公主新研制的香料，你们都来闻一闻。